11点、12.8声道的全套阿斯顿，31声道的100万级音响，180寸的 Micro LED 电视，27000流明，售价200多万的巴可投影机。看完这些售价后，再看 JVC 的 N1188 和索尼的 XW8100都只要20万，是不是感觉还挺有性价比的？广州音响展是世界第3、中国第1的音响展会，也是目前唯一收费还爆满的音响展。和常见展不一样的是，声音和画面都需要比较封闭的空间，所以一般都会开在酒店，由一个一个小房间隔开。这次几乎大部分展位配备的都是投影机，1楼这个除外，搭载的是一台180寸的 Micro LED 电视，画面非常的明亮鲜艳。如果你需要的是在明亮环境下观影，电视的画质确实暴杀大部分投影了，包括电视的尺寸现在也都非常的不错。据说这台电视的售价不超100万，家用电视的大尺寸也是离我们又近了一步。按说这应该是全场最强的画质了吧？但这边的关注点反而都在旁边的投影厅。旁边是米勒的超级影院，使用的是一台价值200万的巴可影院 4K 机。这台投影拥有27000流明、5000:1的原声对比度，音响为31声道，主扬声器为3支宝千纳的顶级旗舰扬声器 P880， 最大输出声压达到了130加 dB。画面采用的是一张220寸的2.39:1透声幕，这个比例的幕布真的是立大功。不光是因为投影机画面有多好，亮度有多高，主要是2.39:1幕布的上下完全无黑边，画面、沙发、环境都非常的舒服，加上空间以及声音的衬托，沉浸感、体验感拉满。外边的180寸电视相比之下反而显得平平无奇，没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来到8楼英联邦的展位，这应该是今年整个展最炸裂的厅。因为没有做任何声学，也都不是实体墙，整个楼的人都被震了过来。它这个音响出声，整个楼的墙都在震，这边的楼都是在震的，都是在震的。我靠！这套100万影院使用的是全套阿斯顿，低音炮数量达到了12个，低音炮数量比主声道喇叭都多，声道为11点、12.9。阿斯顿还配备着整个展会最大的4个32寸低音炮，不夸张的说，整个展会最爽的低音就在这儿。坐在皇帝位上，感觉整个人都被轰飞了。当天我体验了2场，我是第一天去听的。据说是临时搭建没有调好的一个状态，四面全是纸墙，但低音也非常的炸裂，不敢想象要是做好声学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。据说阿斯顿最低可以达到145 dB 的恐怖声压级，超低音更是可以达到7赫兹。我推荐的顺序是先听其他的，阿斯顿影院放到最后再来听。我是先来的8楼，后面再听别家的低音都没有任何的感觉了。这台是 JVC 的 N788， 这应该是离我最近的一台投影机。N788 是 JVC 新款最入门的型号，也是我认为性价比最高的型号。我个人唯一不满意的就是这个外观，我觉得个人还是更喜欢上一代一些，但这代的重量、体积、散热、面板都会优秀很多。这台投影只有2000流明，这跟前面2万流明的完全没法比，是吧？而且我的影音室大概率要打到200多寸，但我可能大概率还是会选择它，搭配上增音幕，能不能够用，可以等我搞好了再来和大家分享。其实它现场使用的就是我目前决定会选择的焦点 3.0 幕，但它的投影机其实摆得非常的高，增音幕是人眼距离镜头越近，画面亮度越高。现场你其实只能享受到一个1点几的一个增音效果，完全没有发挥出这块幕布的价值。我故意站的都比较偏，你现在看到的效果就是这台投影在没有幕布亮度增益的情况下，投射140寸时的画面。JVC 的亮度还是比较扎实的，不会有虚标。这台是索尼20万的新款旗舰 XW8100，XW8100搭载 XR 图像处理器，是今天全场层次感最好的投影，有着非常好的立体感、景深，
那这台投影的性价比也非常的不错，我也十分的推荐。那国内目前只有2台，一共一黑一白，展厅的这台是白色的，那黑色的那台现在就在我的家里，那这2天应该就会和大家见面。那这台是爱普生的新机 QL3000，亮度高达6000流明，肉眼看起来非常的亮。爱普生这边没有做任何的黑化，想表达的就是这台投影在普通人家里没有黑化的效果。那比如说客厅等等，主打的就是一个高亮度。那比较不错的是，购买时还可以自由选择一款适合自己距离焦段的镜头。那这也是带了一个好头，但我个人建议追求这种环境下使用的，还是购买电视。那与之完全相反的是 JVC 的 8K 旗舰 N1188， 那它的房间做得非常的黑，在极致的调教和环境下，人物肤色、对比度、通透感都非常的不错，和看别家产品的画面看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。那 JVC 的画面莫名的给人一种高级感，那我觉得它的画面相比今天看过的2台巴克也能略胜一筹，但即使是 N1188 在极致的环境下，上下边框也做不到完全的黑。那与之相比，1楼的 2.39:1的幕布无黑边的沉积感更能给人留下完美的体验。那这次因为面基了不少网友，像阿斯顿、JVC 还都2刷3刷了，花了不少时间。像真力、麦尼塔这种我超级感兴趣的，最后都没有去逛，还是比较遗憾的。那正常一个人大半天就能逛完。那还有哪些你比较满意、值得推荐的，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分享，我明年一定再来。那音响展的意义我觉得还是蛮大的，我个人也有了不少的收获。那刚好我的房子在装修，这次逛展让我基本定下了要买哪些线材、幕布、投影、音响。那当然大家也不能盲目的看体验下来的效果，因为现场几乎都用了最好的设备，而且都是最专业的调教。那好的效果也非常需要搭配好的环境。那比如说这次没有准备好的音联邦，那没有做任何声学，而且全是纸墙，声音就会糊成一片。那这就像是投影机白天看一样，产品的效果完全没有发挥出来。那这种情况你在家里效果就会远超这里。那也有像比如说 JVC N1188 这种环境亮度都已经很好的情况下，还使用了3倍增益的 OS 旗舰幕。那说实话，我看的眼睛都有点亮的难受。那如果你家里没有增益，没有好的环境设备，肯定就没有它这样的效果。米勒的听光声学搭建就花了10几万，只为这3天。播放器、处理器更是全部拉满，幕布使用的也是我非常推荐的 2.39:1。那我们普通家用想要做到这么好的效果，远不止想象那么简单，还需要做很多的功课，比如说我这里需要加强，后面需要做推拉门、做声学等等，这都要算在预算内。当然我都会选择最具性价比的方案，等弄好了以后再来和大家分享，一起学习体验更好的产品。那今天就先到这儿，我们明年再见。